在去年的时候，有间台湾的家族企业让许多人一夕致富，成为了找到大秘宝的航海王。而更在今年初的时候，更是毫不手软发了40个月的年终，让全台湾的人民都为之疯狂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企业帝国，却在领导人过世后，不仅家族内斗频繁，也让新闻媒体把他们的纷纷扰扰都搬上了幕前。究竟这个由一代强人张荣发带领下的辉煌帝国，为何会分崩离析到如此地步？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这频道主要就是分享一些商业故事，以及偶尔做一些带团遇到的事情。喜欢的话，也请帮忙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进入这期的内容。长荣帝国的内斗，钱太多的困扰。张荣发，长荣集团的创始人，生在日治时期的台北，求学的时候便进入了船公司见习，后来转往了台湾海运公司，从最基层开始做起。经过努力自修，最后升至船长，并在1968年创立了长荣海运。仅用短短的17年的时间，把长荣海运打造成世界最大的货柜船队，跃居成为世界货柜船王。而后又在1989年创立了长荣航空，成为台湾第一间国际民航业者，更领导长荣跨足了航天、旅馆、空厨、仓储、物流等多项产业，成为全球知名的国际集团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招考没有上，他差点就插入了神风特工队，而且连前总统陈水扁都曾是他的聘雇律师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一代商业狂人，对于子女的接班问题和相处问题，却也束手无策。在他离开人世之后，他偌大的商业帝国也开始出现了裂痕，而这一切的起源皆源自于他的个性和感情生活。长期跑船的生活培养了他强大的独立性，再加上船长职位的特性，造就了他掌管天下不容置喙的个性。因为船长他在船上便是要总揽全责，从路线、货品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都是由他一手掌控，自然习惯我说的话就是命令。然而也就是这样的习惯造成了父子间的隔阂，而后来在应酬场合认识了现在的二房李玉美，并生下了张国伟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 K 董。为了让大家简易理解，我把这次出演的人名皆改为简称。张国发简称老爸阿发，柯立金简称阿柯，张国华简称老大阿华，张国正简称老三阿正，张国伟简称老四阿 K， 郑生池简称阿正。让我们先回到1996年，最早被栽培的是老大阿华，阿发让他早早就进入到长荣海运，并且任命他为长荣海运的总经理，极度看好这个大儿子，并打算让他进入权力的核心。然而没想到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，阿华便开始大刀阔斧推动改革，甚至为了换血，他要求只要年满65岁以上就必须退休。这个政策不仅得罪了一票老臣，更是让他们直接把他告到阿发那边去。重情义的老爸阿发当然是选择支持这边陪他打拼的骨干，直接谴责了他的老大。阿华也是遗传到了老爸的个性，好啊，你不支持我，那我就走。于是他便离开了长荣长达了16年之久，跟小龙女一样，也让父子的感情降到了冰点。直到2014年，他才又回到了长荣。而阿发没想到儿子也这么偏激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于是他就只好培养老三阿正进入权力的中心。虽然过程当中老三也曾因为与阿发的理念不同而离家出走去创业，但后来也许是学了佛教的关系，个性逐渐成熟，也在4年后返回集团，并且针对阿发交代的事务，他都是全力以赴达成目标，也让阿发另眼相看，并且在2004年获得阿发的认可，派任为集团首席副总裁，兼任长荣海运董事长。然而，就当事情看似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阿发却在某天突然宣布：“我带了一个二娘回来。”让兄弟们全都极为不满。要知道，阿发因为年轻的时候跑船，常年在外，创办长荣之后更是经常出国，在家的时间非常稀少。兄弟们和妈妈反而特别亲，但是跟爸爸却没有那么的好。突然冒出一个二娘，
自然让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很难接受，尤其是原本最受疼爱的老三阿正。于是忍受不了失宠的阿正，在阿发要带二娘回家跟大娘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，立刻出面极力反对，直接顶撞他的老爸，让阿发的怒火直接点满，立刻拔掉了他所有集团的职务，并且与阿正宣布从此决裂，让阿正原本拥有的大好江山瞬间变成了集团边缘人。然而也因为老大跟老三都跟阿发闹过决裂，他只好把二娘生的老四阿 K 当成了接班人来培养，丢到了长荣航空里面。好险阿 K 也是不负众望，不仅豪爽的个性深受大家的喜爱，更是把长荣航空经营的有声有色，也让阿发奠定了要找他当接班人的念头。然而没想到在2005年的时候，阿 K 为了现任老婆叶淑文而要抛弃原本娶的太太，让父亲极力反对。没想到阿 K 也是性情中人啊，直接愤而离开长荣。这个决定更是让阿发悲痛欲绝。不过年纪大了，耳根子还是软了些，再加上老臣们极力的劝和，最终他还是把阿 K 找了回来。然而因为老大、老三跟阿 K 都曾跟阿发闹过决裂，离家出走，也让阿发的找接班人之路一路坎坷，直到他离世前都没有明确的宣布谁是接班人。直到在2016年的2月18号，阿发离世后的1个月，阿 K 才拿出那张阿发写的遗嘱，说道：把存款以及股票还有不动产全部交由四子阿 K 单独继承，至于公司的业务接班，也是指定老四阿 K 接任集团总裁，而阿珂等人继续担任副总裁，协助阿 K 管理公司及集团的事务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他老大跟老三当然是不爽啊！凭什么老四可以拿到老爸的所有遗产，他只不过是个二娘生的？于是家庭的战争也由此引爆。2016年3月11号，老大和老三迅速的拉拢阿珂，以压倒性的持股数把阿 K 赶出了长荣，他们自己坐上了权力的中心。老 K 虽然不爽，但是他有钱啊，而且他对航空业还有崇高的理想。既然长荣不留我，那我就自己创造。秉持着这样信念的老 K， 立刻拉拢了之前他在长荣扶持起的团队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步骤，建立了星宇航空，并在2020年1月23日正式起航。然而另一边，老大他们在踢走了阿 K 之后，他和阿珂也不演了，直接在2019年的2月11号又赶走了老三的团队，更在2020年的5月27号直接把老三也赶出了权力的铁王座，由自己和阿珂掌握了整个长荣的权力核心。而这样的举动彻底惹怒了曾经跟他要好的老三，于是老三也开始密谋要如何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一部分。而同一时期 COVID-19 也开始强势崛起，完全打乱了阿 K 的创业脚步。这也让阿 K 开始思考，若是照这样的步骤下去，星宇的资金会不会无法负荷？还是如果能有长荣或是立荣的资源的话，这样才有翻身的机会。虽然老三和阿 K 都有这样的想法，但当初的不对谈还是让他们心有隔阂。而就在这时，已经离开20年的阿正出现了。他之前在阿发在世的时候御用外交官，交际手腕可见一斑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帮助他们打破了彼此的隔阂，确立了一起对抗老大和阿珂的决心。更是在今年2月25号展开行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老大和阿珂拉下了王位。究竟后面的情况会如何发展？老大和阿珂会不会又有其他的招数？而老三和阿 K 后面会不会又有持续的斗争？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。这期的内容就是简单版长荣内斗的过程写出来，当然其中还有更多的小细节和股权的纷争，就不一一赘述。只是每天看到新闻都知道报这个有点烦，毕竟这个是有钱人的困扰，而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请帮忙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我是 Coco，我们下次再见。